你以为现在的 AI 牛市是靠英伟达的芯片和 ChatGPT 的技术，错了，它靠的是债。一场史无前例的正在把整个美国信贷市场拖下水的债务牛市。看完这期内容，你会彻底明白为什么所有关于 AI 盈利的故事本质上都是烟雾弹。科技巨头的现金流已经枯竭到了什么触目惊心的程度？摩根士丹利那份被媒体刻意淡化的预警报告里，藏着哪4个足以引爆系统性风险的信号，以及2026年可能到来的市场重置？你该怎么提前做好准备？如果你继续抱着 AI 改变一切的表面叙事不放，你很可能会成为这场史诗级泡沫最后一批，也是最惨的一批接盘侠。现在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坚信 AI 技术革命会消化掉所有离谱的估值，还是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？我会仔细阅读每一条评论，给你答疑解惑。我知道你现在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，你会说不对啊，英伟达的财报那么好， AI 应用每天都在出新，怎么可能是泡沫？我不否认 AI 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，它未来确实会改变很多行业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面对的真相：一场技术革命能不能成功，和你现在买的股票能不能赚钱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。1999年的互联网也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，它确实改变了世界，但这不妨碍纳斯达克在接下来的2年里跌掉80%，不妨碍90%的互联网公司灰飞烟灭，不妨碍无数相信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散户亏得倾家荡产。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，但它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，而这次的韵脚比1999年和2007年加起来还要危险。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跟你讲 AI 的技术突破，讲大模型的能力，讲未来的应用场景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你，支撑这一切疯狂的不是科技巨头的利润，而是他们从债券市场借来的钱。我们先来看一组冰冷的数字。过去2年，全球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从不到4000亿美元，一口气飙升到了 1.1万亿美元。1.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英国1年的 GDP， 相当于3个阿里巴巴的总市值。这么多钱像水一样砸进了数据中心、芯片和大模型里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钱是从哪来的？你可能会说，当然是从他们的利润里来的。苹果、微软、Meta 这些公司不都是印钞机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我给你看2个最典型的例子， Meta 和亚马逊。就在1年前，这2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还非常健康，每年能产生几百亿美元的净利润，但现在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已经几乎趋近于0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他们赚的钱已经不够他们烧的了。为了维持 AI 军备竞赛，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发债借钱，而且借的钱越来越多，利息越来越高。这就像一个以前每个月能赚10万的人，突然开始每个月花20万，然后靠刷信用卡和借网贷来补窟窿。你觉得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？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这些科技巨头已经绑架了整个美国的债券市场。现在仅仅是微软、苹果、亚马逊、Meta、谷歌这5家公司就占了美国投资级债券市场总规模的 20%。你可以把美国的债券市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水库，整个美国经济的流动性都靠这个水库来供应。而现在这个水库里1/5的水都流进了这5家公司的 AI 烧钱炉里，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这5家公司的 AI 故事讲不下去了，如果他们烧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赚钱的速度，如果债券市场突然不愿意再借钱给他们了，那么整个水库都会跟着干涸。到时候遭殃的不只是 AI 股票，而是整个美国金融市场，甚至是全球经济。但你猜绝大多数人是怎么理解这个风险的？他们会说，没关系啊，这些都是大公司，信用好，不可能违约的。微软和苹果可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，怎么可能还不起钱？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对吧？问题就出在它太像有道理了。这里面藏着一个绝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的核心逻辑，也是整个债务牛市最致命的不对称炸弹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买股票的人和买债券的人最怕的事情一样吗？绝大多数人会说，当然一样啊，都怕公司倒闭。错了，完全不一样。买股票的人最怕的是公司没有增长，只要公司有增长，哪怕现在不赚钱，股价也能涨上天，因为股票的收益是没有上限的。
你买对了，可能赚10倍、100倍，而你的风险是有限的，最多就是亏完本金。但债券正好反过来，买债券的人根本不关心你公司有没有增长，不关心你的技术有多牛逼，不关心你的未来有多光明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，你能不能按时还本付息。因为债券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，最多就是那点利息。但你的风险是没有底的，一旦公司违约，你可能血本无归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股民是乐观主义者，他们赌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，而债券持有者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，他们赌的是你绝对不能出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AI 牛市的地基比任何一次泡沫都要脆弱，因为支撑它的不是相信未来的股民，而是极度厌恶风险的债券持有者。股民可以忍受你连续10年不赚钱，只要故事还在，但债券持有者不行。只要他们觉得你有一点点还不起钱的可能，他们会立刻跑路，1秒钟都不会多等。而现在 AI 赛道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恰恰是债券持有者最害怕的事情。不确定性，没有人知道 AI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大规模盈利，没有人知道现在砸进去的1.1万亿美元到底能不能收回来，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方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所有关于 AI 盈利的预测都是未来会怎样？没有人能告诉你明年 AI 能赚多少钱，后年能赚多少钱，所有的数字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，都是基于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假设。但债券市场不吃这一套，债券市场要的是确定性，是白纸黑字的现金流，是板上钉钉的还款能力。当烧钱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而盈利的日子越来越遥遥无期的时候，债券市场的信心会在一瞬间崩塌。而一旦债券市场开始收缩，一旦科技巨头借不到钱了，整个 AI 超级周期会立刻按下暂停键。没有钱就买不了芯片，建不了数据中心，雇不了工程师，所有的技术突破都会变成空中楼阁。到时候你看到的不会是缓慢的调整，而是断崖式的崩盘。这不是我危言耸听，摩根士丹利已经在内部报告里把这个风险列为了2025到2026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黑天鹅。他们甚至给出了4个明确的预警信号，用来判断这场债务牛市什么时候会走到尽头。我今天就把这4个信号原原本本的翻译给你听，你可以自己对照着看，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。第一个信号也是最高级别的红灯信号，债务增速超过盈利增速。这个信号其实非常简单，也非常致命。当一家公司借钱的速度超过了它赚钱的速度，那就说明它已经进入了庞氏融资的阶段。它借新钱不是为了扩大生产，而是为了还旧钱的利息。只要它还能借到钱，这个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。但一旦借不到钱，游戏立刻结束。现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整体债务增速已经是盈利增速的3.2倍，而在 AI 赛道，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。像 Meta 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，债务增速已经达到了盈利增速的5倍以上，这意味着他们每赚1块钱就要借5块钱来烧。你想想，这合理吗？如果你的生意真的那么赚钱，真的有那么光明的未来，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？你为什么不用自己赚的钱来投资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你赚的钱根本不够少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停下来不继续砸钱，你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。所以你只能硬着头皮不断的借，不断的烧，直到有人先撑不住。第二个信号，黄灯信号，杠杆融资增速过快。这个信号稍微有点复杂，我给你翻译成人话，就是现在不仅科技巨头自己在借钱搞 AI， 他们还在加杠杆借钱，而且不仅他们在加杠杆，给他们借钱的机构也在加杠杆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层层嵌套的杠杆链条。举个例子，一家银行用10倍杠杆从美联储借了钱，然后把钱借给了一家基金，这家基金再加5倍杠杆去买科技巨头发行的债券，而科技巨头拿到钱之后再加3倍杠杆去投资 AI 项目，整个链条加起来杠杆率已经超过了150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最底层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问题，整个杠杆链条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。只要有一家基金爆仓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导致所有的机构都开始抛售债券，而债券价格一跌，科技巨头的融资成本就会飙升，他们就更借不到钱，然后只能抛售资产还债，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，形成死亡螺旋。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么爆发的。当时的杠杆链条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是当时的底层资产是刺激贷款，而现在的底层资产是 AI 的未来。
第三个信号又是一个红灯信号，疯狂的 AI 并购潮。如果你仔细观察历史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，每一次泡沫的顶峰都是疯狂的并购潮。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是这样，2007年的次贷危机也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行业的内生增长已经到顶了，当公司自己已经赚不到钱了，当有机增长已经撑不起股价了，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买别人的增长，用高估值去收购低估值的公司，然后把别人的营收和利润并到自己的报表里，继续撑住股价。而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并购潮。仅仅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球 AI 领域的并购金额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，很多成立不到1年没有任何收入，甚至连产品都没有的 AI 公司，估值就能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。更离谱的是，很多并购根本不是为了技术，也不是为了人才，就是为了讲故事。只要一家公司宣布收购了一家 AI 公司，股价立刻就能涨10%、20%。这种事情和1999年只要一家公司改个名字叫某某 com， 股价就能翻倍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摩根士丹利在报告里说，现在的 AI 并购潮已经和1999年的互联网并购潮、2007年的金融并购潮达到了相同的狂热程度。而历史告诉我们，这种级别的狂热之后必然是同样级别的崩盘。第四个信号，橙灯信号，私有股权交易杠杆率。这个信号很多人可能不太关注，但它其实是最领先的一个指标，因为私募股权基金是市场上最聪明、最敏感的钱，他们总是第一个进场，也总是第一个离场。而现在，私募股权基金在 AI 领域的交易杠杆率已经超过了2007年的历史最高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私募买一家 AI 公司用的借来的钱，比2007年买一家房地产公司用的还要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最聪明的机构投资者都已经不相信 AI 能靠自身的盈利产生回报了。他们现在赌的不是公司能赚钱，而是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下一个傻子。他们用最高的杠杆买最贵的资产，然后期待有更傻的人来接盘，这就是典型的博傻游戏。而博傻游戏的结局从来都是一样的，当最后一个傻子出现的时候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现在这4个信号里已经有2个亮了红灯，一个亮了橙灯，一个亮了黄灯。也就是说，摩根士丹利的预警系统已经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。但绝大多数散户，甚至很多机构投资者都还沉浸在 AI 牛市的美梦里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点慌。你会问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立刻清仓所有的 AI 股票，逃离市场？别急，我从来不会给你这种非黑即白的建议，因为市场从来不是非涨即跌的，即使是在泡沫里也有赚钱的机会，即使是在崩盘前也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撤离。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危险的，什么是相对安全的。我给你3个非常具体的行动指南，你可以直接照着做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立刻区分 AI 建设者和 AI 使用者。什么是 AI 建设者？就是那些正在砸钱建数据中心、买芯片、做大模型的公司，比如英伟达、AMD、Meta、亚马逊、谷歌这些。这些公司是现在 AI 牛市的核心，也是未来崩盘的重灾区，因为他们的估值完全建立在未来 AI 会无限增长这个假设上。一旦信贷收缩，一旦市场开始怀疑这个假设，他们的股价会跌得最惨。什么是 AI 使用者？就是那些不需要自己搞 AI， 只需要用别人的 AI 技术来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公司，比如传统的制造业、服务业、金融业、零售业这些。这些公司不需要烧几十亿、几百亿美元去搞研发，他们只需要花一点钱买 AI 的服务，就能立刻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。这2类公司的区别，就像当年淘金热的时候卖铲子的人和挖金子的人的区别。所有人都以为挖金子能赚大钱，但最后真正赚到大钱的是卖铲子的人。不对，等一下，这次的情况正好反过来。这次的卖铲子的人，也就是英伟达这些芯片公司，其实是最危险的，因为他们的铲子太贵了，而且挖金子的人都是借钱买的铲子，如果最后挖不出金子，他们就不会再买铲子了。到时候卖铲子的人会第一个死，而真正安全的是那些用铲子挖金子，而且真的能挖出金子的人，也就是那些用 AI 实实在在提高了自己利润的传统公司。他们不需要讲故事，
不需要烧钱，他们只需要用 AI 把自己的成本降下来，把效率提上去，他们的业绩就会实实在在的增长，他们的股价也会有实实在在的支撑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应该逐步减仓 AI 建设者的股票，转而布局那些真正能从 AI 中受益的 AI 使用者。这是你在未来的市场重置中保住本金，甚至还能赚钱的最关键一步。第二个行动指南，密切监控 Meta 的融资结构细节。为什么是 Meta？ 因为 Meta 是现在所有科技巨头里最激进、最疯狂的一个。扎克伯格把整个公司的未来都压在了 AI 上，他的烧钱速度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快，他的债务增速也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高。可以说 Meta 就是整个 AI 债务牛市的金丝雀。如果 Meta 都借不到钱了，如果 Meta 的债券收益率开始飙升，那就说明整个债券市场已经对 AI 失去了信心。那时候离全面崩盘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所以你不需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，不需要去看大模型又更新了什么功能，你只需要盯紧 Meta 的债券收益率，只要它开始大幅上升，你就应该立刻开始撤离。第三个行动指南，盯紧两个核心指标，自由现金流和垃圾债利差。自由现金流是一家公司真正的生命线，不管它的故事讲得有多好，不管它的营收增长有多快，如果它的自由现金流是负的，而且越来越差，那它迟早会出问题。尤其是在信贷收缩的环境下，没有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就是裸泳的人，潮水一退，谁在裸泳一目了然。垃圾债利差是整个市场风险偏好的最好指标。当市场乐观的时候，垃圾债利差会很低；当市场开始恐慌的时候，垃圾债利差会急剧扩大。而 AI 相关的垃圾债是整个市场里最敏感的部分，一旦垃圾债利差开始飙升，那就说明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恐慌了。那时候股市崩盘差不多就要来了。要记着，这两个指标比任何分析师的报告、任何媒体的新闻都要准确得多，因为数字是不会骗人的，真正会骗人的是人类给数字编造的那些故事。要是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觉得自己以前可能是被那些说法带着走了，那么你就点个关注吧。之后我会接着分析那种最容易欺骗普通人的市场逻辑，跟你讲讲那些华尔街不会让你知道的真相。最后，我想要跟你聊几句真心话。我明白，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AI 牛市是一场债务泡沫，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泡沫里赚了不少钱，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，甚至还加了杠杆。他们要相信这件事是真的，他们要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。但我要跟你讲明白，技术革命是真真切切的，然而投资泡沫也是真实存在的。人类总是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犯同样的毛病，把未来的可能性提前折算到现在的股价里头，而后当泡沫破灭的时候，又把所有价值都给否定掉。2026年不会是世界末日，它只不过是一次市场重新调整罢了。那些靠着债务堆砌起来的虚假繁荣要被清算，那些只会讲空话的公司要倒闭，那些盲目跟着别人走的散户要亏钱。可是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技术会留下来，真正有赚钱能力的数据公司能够生存下去，真正冷静理智的数据投资者会在废墟里捡到便宜的筹码。市场压根不会可怜弱者，也不会奖励乐观主义者，它只会奖励那些能看穿表面现象、看到真实情况的人，它只会奖励那些在别人贪心的时候害怕，在别人害怕的时候贪心的人。这会儿别人都在贪心，那么你则得开始害怕。要是你不想在这场马上就来的重置里被洗掉，还想提前弄明白那些藏在数据背后的信号，那么你就订阅这个频道吧。我会一直留意信贷市场的每一个变化，还有 AI 赛道的每一笔资金流向，在危险真正到来之前先告诉你。最后得声明一下，上面这些内容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投资决定都得根据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独立判断来做。要是你有专业金融问题，就去咨询有牌照的专业投资顾问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你。一定要理性投资，对自己的钱负责。